俄乌冲突进入第136天，多线交火持续。俄方表示摧毁了存放有美国援助军火的乌军弹药库。乌克兰军方公开视频显示，在空降部队合作下击毁俄军坦克。冲突焦灼之际，俄方宣布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别尔哥罗德号”正式入列。该型潜艇到底具备怎样的作战能力？为何令美西方谈之色变？来看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周六通报称，俄军以及卢甘斯克地方武装正在向顿涅茨克地区的谢维尔斯克、索列达尔以及巴赫穆特3个城市推进。在哈尔科夫地区，俄军打击了2处外国雇佣兵据点。俄方还发布了俄军发射多管火箭炮打击乌军及其弹药库等设施的视频。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英等国为乌军提供培训是公开的秘密。实际上，美国对乌军的培训历史可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过去数十年里，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斯堡陆军基地已经为乌克兰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将领。几个月来，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23亿英镑的军事支持。周六，英国国防部又宣布为乌军提供新一批军事训练援助。Ukrainians. We trained over 20,000 under the orbital since 2015.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近日在英国的一处军营里与前来受训的首批乌军士兵见面。华莱士表示，此轮军事培训是主要针对毫无战斗经验的乌军士兵，是英国支持乌军的下一阶段计划。英方还将为受训的乌军提供制服和装备。有观察指出，把毫无战斗经验的人员送到英国接受训练，暴露出乌克兰兵源不足的问题。乌克兰方面周六发布视频显示，乌军在炮兵及空降部队合作下击毁俄军坦克。此外，乌军当天还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以及谢维尔斯克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在哈尔科夫，虽然乌军部署防空系统，但数量不足，未能抵御俄军的导弹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表讲话称，只有更先进和强力的武器装备才能应对俄方军事行动。泽连斯基近期多次呼吁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现代有效的防空系统。拜登政府7月初承诺的新一笔军援中，除了4套反炮兵雷达、15万发155毫米炮弹和数量不明的海马斯火箭炮弹药外，就包括2套挪威制造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也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先进的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其最大射程达到25公里，可对俄罗斯空天军战机、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目标有一定的威慑效果。对于增强乌克兰的火力呢，确实是有一定帮助。这也导致俄军现在只能在这个顿巴斯战场上缓慢的这样来推进。但是呢，我想就是美国给乌克兰援助的这些武器数量上是比较有限的。你包括像海马斯系统只有4套，包括像最新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只有2套。那么很难从根本上来扭转乌克兰的这个战局。外界注意到，俄乌冲突至今已持续4个多月，但俄罗斯军队依然未能完全控制乌克兰的天空。俄方近来几乎每周都在损失航空器，既包括战斗机，也包括直升机和无人机。分析指出，俄军在冲突初始阶段未能对乌军防御系统展开密集空中打击，是导致战局陷入焦灼的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展开饱和打击，数小时内就发射了超过500枚巡航导弹，并出动了1700架次飞机。而俄罗斯当时对乌克兰仅发射了150枚导弹。而乌军则在美方的情报支持下，将包括战斗机、直升机、导弹发射装置等分散部署到小型旅游机场或偏远的机库中。乌军有限的空中力量因此得以部分保存。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还保留了一些防空系统，在打击俄方的飞行器和导弹方面起到了一定效果。俄罗斯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的这个缺乏呢，它对乌克兰的机场，包括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都没有进行一个饱和的打击导致乌克兰现在这个空军还是具备一定干扰俄军的这个能力。那么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俄罗斯大量使用的这种远程的导弹都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那么它这个精确程度是非常有限的。此外，据俄罗斯塔斯社周六的报道，用于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已正式交付俄海军。据悉，09852型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于2019年下水，原计划于2020年交付海军，后因测试计划受疫情影响而延后。根据现行的俄国家军备计划，到2027年计划建造3艘特种核潜艇。俄军是刚刚占领这个卢甘斯克州的全境正在这个休整。那么同时呢，北约也在不断的加强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这个正式的启动了这个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这个进程，包括呢也准备在
东欧地区来部署常规的这个力量啊，那么也都是有这些计划。我想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俄方宣布比尔格罗德号导弹核潜艇的这个入列呢，很明显的有向西方向乌克兰示威，那么给他们施加压力的这种考虑。美西方对俄海军比尔格罗德号入列高度警惕。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周六称，比尔格罗德号属于奥斯卡2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改进型。奥斯卡2级核潜艇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之一，其艇体非常宽，可以在两侧容纳24枚巨大的花岗岩反舰巡航导弹。经过现代化改装后，这些大型导弹已经被72枚口径远程巡航导弹或搞玛瑙反舰巡航导弹所取代。相比其他奥斯卡2级核潜艇，比尔格罗德号明显加长了全艇长度，以容纳更多的内部载荷。由此导致该艇的最大长度达到183米，水下排水量超过2.4万吨，甚至也有猜测称其排水量达到3万吨，比台风级战略核潜艇还要长出一大截。俄方则表示，比尔格罗德号核潜艇旨在解决各种科研问题，开展搜索和救援行动，但它搭载的6枚波塞冬战略核鱼雷却令西方相当不安。此前，俄总统普京将波塞冬战略核鱼雷与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并列为俄军战略大杀器。据悉，比尔格罗德号搭载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可携带核弹头，并能自主计算击中目标的最优路线，航速高达惊人的100节，速度之快，没有任何水下武器可以追得上。外界推测，这款鱼雷装备有核动力推进装置，并且还携带有相当于200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头，不仅能用于攻击，还能充当水下潜航器，运输物资和人力。理论上讲，波塞冬核鱼雷拥有无限射程，至少达到1万公里以上，如同水下洲际导弹，可随时针对对方沿海重要城市发动核打击。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1频道主持人基谢廖夫曾在5月份的节目中描述称，波塞冬核鱼雷可以引发高达500米的海啸。美国呢，主要是这个造航母；苏联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核潜艇。这个力量的发展，那么来对西方来构成威慑。那么这个思路啊，其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么这个核潜艇呢，它能够在深海啊发射这个战略的这个核导弹，那么对美西方来构成威慑。我想这确实是美西方现在可以说是最忌惮的俄罗斯的重型武器了。